Hello， 大家好，我是有昂，这次来上手测试一下来自 NVIDIA 的 RTX 3060元钛显卡。之前因为身体原因休息了一段时间所以这个评测出得有一点晚了。不过没有关系反正大家现在都买不到。考虑到 N 卡每一代的生命周期在2年左右，后面供货恢复之后还可以提供很长一段时间的参考，而且数据都测完了所以就还是把视频做了出来。这一次我们来上手的是影驰的 RTX 3060元钛金属大师 OC， 在京东已经上架的3060元钛之中，金属大师算是定价比较便宜的一款只比官方公版定价贵200，但是却有着金属外壳的3风扇散热器，后缀 OC 还说明是自带一点超频的看起来比较划算。这一次就来测测看这张卡是否值得购买。首先还是快速回顾一下3060元钛的规格，和3070一样，3060元钛也是采用 GA104 核心，不过下的刀要重一点。它的酷打单元数量约为3070的80%，而显存的规格则是相同的都是8G 的 GDDR6， 显存位宽都是256 bit。3060元钛的 TDP 是200瓦，比3070只低了20瓦。接下来看一下这一次的受害卡，影驰的金属大师系列从3060元钛到3090都是相同外观的散热器均为3风扇设计，外壳都是银色的金属材质拿上手还是挺有质感的。显卡反面是同样材质的金属背板，尾端采用了散热器比较流行的镂空设计。这张显卡颇长，厚度为 2.5 毫，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家的 Vector One 系列 ITX 机箱是可以轻松放下的以往的藏宝阁热销中。显卡顶部可以看到供电输入接口为单8拼和人循板一致，算上 PCIe 接口的理论供电上限为225瓦。根据影驰官网的说明，这张显卡的功耗为220瓦，比公版3060元钛要高出20瓦，也就是说已经接近供电输入接口的上限了。出厂影驰已经帮你抄好了屏，后续没有多少操作空间了。同时也可以看到金属大师系列并没有跟随现在的 RGB 潮流整张显卡完全是无灯光的设计，就突出一个金属质感。拆开之后确认到散热器为铜底加3根6毫米热管，而且铜底有覆盖到显存，应对全卡200瓦的功耗应该问题不大。供电方面比较朴素，不过在单8拼输入接口的限制下，本身也没有多少超频空间。考虑到这张显卡比较低的售价，只要在后面测试中锐频足够高的话，我觉得可以接受。显卡中间还是 GA104 核心，不过后续型号从3070的300变成了200。然后旁边呢是三星的 GDDR6 显存，这个已经在20系上面卖了有2年了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过来就是性能实测了，在公布测试成绩之前，依然还是要快速的介绍一遍测试平台，说明一下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测出来的，方便没有看到之前的评测的朋友。首先 CPU 还是那颗超频到 5.3G 的 1090K 这也没有使用 Zen 3，是因为我过手的2颗 590X 都是雷当然更主要的其实是可以用上之前测试过的70、80、90等的数据方便大家进行对比。而且超到 5.3 的 1090K 在游戏方面的性能目前还是数一数二的带3060元钛是不会有瓶颈的。主板是专门为了 CPU 及内存超频特化的 ROG M12A Maximus 12 Apex说起来华硕的 Z490 主板也是英特尔阵营中最早一批支持 AMD 的 Smart Access Memory 的。NVIDIA 这边也说后续会推出基本原理相同的技术，也就是说不久之后 IU 加 N 卡也可以享受到这几个百分点的帧数提升。散热器是 1K 一体式水冷之中的旗舰型号，6把风扇的 Elite 360D RGB。内存是影驰的 HOF Extreme 4266 8G×2， 并且超到了 4400C17， 再加上确保游戏加载速度的影驰 HOF Pro 1TB NVMe PCIe 4.0 SSD。最后的电源是追风者 Revolt X 1200瓦双系统电源双系统是指一个电源可以带动2套板 U， 海运代工 AT Plus 白金全模组12年质保，稳定的同时方便统一对比功耗。作为参考对手，这一次从 S Plus Tech 那里借来了一张非公版的2080 Super， 还是比较高端的型号。驱动的话，2张卡使用的都是和3060元钛一起出来时的测试版 457.40。2080元钛和3070这一次没有重跑，但是会把之前有跑的成绩一起放出来，方便参考。没有重跑，除了因为驱动变化较小，性能估计差距不大之外，还因为我们工作室的几张2080元钛全部都卖给邝老板了每张7000块钱就连我之前那一台分体水冷主机里面的2080元钛都拆掉了。那么来公布测试成绩，首先还是 3D Mark 理论跑分，在低沙11和低沙12的几个测试项目中，3060元钛每一样都比2080 Super 强一点，在高分辨率下会强得多一些，最高到 6% 左右。
而3060 Ti和3070之间的差距并不是按照酷打单元数量的比例要小一些，平均下来3070大概强了15%-16%这样。可能因为3060 Ti的核心数量少一点，睿频更高，也可能是3070受到了显存的限制。过来在 3D Mark Port Royal 光追测试中，3060 Ti 就要比2080 Super 稍弱一些，和3070时的情况类似。接下来是更能表现实际性能的游戏实测，支持光追和不支持光追的游戏都有选择，能开启的游戏都会开启。考虑到3070跑 4K 游戏的效果都不算非常好，这次测试了 1080p 和 2K 分辨率下的表现。同时，为了方便设置，画面都会统一选择游戏提供的预设中最高的那档，抗锯齿会手动设置到 FXAA， 以及刺客信条奥德赛调低了带有随机性会导致成绩不稳定的体积云选项。刺客信条英灵殿已经出了，我们这次也跑了但是奥德赛测试起来比较快，就也加了进去。那么就从刺客信条开始看吧，在奥德赛 1080p 和 2K 中3060 Ti 都比2080 Super 要高几帧，性能比例和在 3D Mark 中比较接近3070比3060 Ti 强了也是16%左右这样。新游戏英灵殿中3060 Ti 也是略强一点同时也可以看到高分辨率下表现会稍好一些。地铁离去中3060 Ti 2K 分辨率下和2080 Super 帧数相当，1080p 下要稍弱一点。DLSS 相当于从低分辨率脑补放大到高分辨率所以情况和 1080p 时相当。过来又是一个育碧的新游戏《看门狗军团》，3060 Ti 还是略强不过在画质开到最高之后，他们连 1080p 都稳不住60帧，还是要靠 DLSS 的神奇加成另外之前测试3070时，这个游戏还没有出来，所以就没有相关成绩了。古墓11中3060 Ti 在 1080p 中稍弱于2080 Super， 2K 分辨率下又强回来一点同时在没有 DLSS 的情况下也刚好过60帧及格线。全面战争三国中两种分辨率下都是2080 Super 要强一点。同样出现这种情况的还有大表哥2不过3060 Ti 和2080 Super 差距非常小，只有1帧左右。过来是两个光追的 demo， 虽然它们不是实际可玩的游戏，但是因为光线追踪效果用得非常多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显卡的纯光线追踪性能。边境的成绩比较有意思， 1080p 下2080 Super 赢挺多，而 2K 下3060 Ti 又赢回来了。而在光明记忆无限里面，则是3060 Ti 全面胜出。游戏之后还是要看一下理论和专业运算的性能。在 i64 的 GPU 测试中，和其他散热系显卡的情况类似，除了单精度运算和 AES256 之外，3060 Ti 基本上全面输给2080 Super。Spec Workstation 中也是只有少部分能赢。V-Ray 渲染测试就还是散热系大幅领先不过比较有意思的是3060 Ti 和3070的差距非常的小。如果是做 V-Ray 渲染的话，看起来3060 Ti 的性价比挺高的。最后是功耗测试，3060 Ti 的功耗比2080 Super 低了20瓦左右，两张都是非功，功耗都增加了之后，差距就和官方标称的接近了。在游戏中，影池这张3060 Ti 金属大师 OC 实际睿频可以去到1950兆赫兹虽然供电不算很豪华，但是实际用起来还是不错的，温度表现也过得去。搭配超频道 5.3G 的 1090K 的3060 Ti 整机进行 i64 双卡，再加上甜甜圈时的极限功耗为640瓦搭配个常规点的 CPU， 使用650瓦电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总的来说，影池这张卡对得起价格如果你对灯光没有太大需求的话，还是值得考虑的当然，最大的前提还是如果能买得到的话。然后散热系显卡对比上一代提升非常大所以现在不需要考虑同价位的20系显卡了3060 Ti 对比3070的话，以金属大师 OC 系列为例，价格分别是3199和41993070要贵出超过30%。如果你之前已经有其他硬件，只是升级显卡的话3060 Ti 的性价比要更高一些。而如果是装一台完整的新主机的话，3060 Ti 搭配560X整机价格都很容易达到7000块钱以上然后玩3A 大作的时候，显卡基本决定帧数表现，于是你就会很神奇的发现，换成3070之后，整机价格的提升幅度就会和帧数提升幅度相近。老黄这个算盘还是打得非常精准的，所以就要看你整机的预算以及能抢到哪张卡了。好，那么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新观众再点一下订阅，那就更好了下次再见，我是一王，拜拜。